美国要经济衰退了吗？听起来好可怕哦！到底呢，经济衰退这4个字从谁嘴巴说出来的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美国真的会经济衰退吗？近来你看到全世界的金融市场，特别是美股重挫啊，跌歪啦，大家担心的就是经济衰退真的要来了吗？在川普刚刚上任的时候，你都不会想到这4个字啊。但是呢，近来居然从川普总统的口中说出了不排除经济衰退，哇，大家都吓傻了。所以你就看到美股就嘣嘣嘣跌下来了。那可能是真的跌歪了，还是川普赚够了？于是呢，川普又出来讲话，就说谁说的？你们干嘛乱卖股票？要怪我？没有，美国不会经济衰退。好，那到底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经济衰退有可能发生吗？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好好来梳理啊，到底美国有没有可能经济衰退？如果真是如此，那你的投资应该要怎么办？好，我们先来看看哦。当然这事情一切呢，就是川普总统、川普大帝他的关税战开始了。他的关税战开始，还有他从上任以来不断在缩减这个联邦政府的一个支出，然后在这个裁员各种的这个缩减经费，所以呢，在美国内部造成了动荡。那这个关税呢，又开始让全球的贸易呢，大家就感觉好像变成一片混乱了，又担心通膨在一起，有很多综合的因素让大家担心，特别是关税，觉得很可能通膨起来了，经济要开始衰退了，听起来好可怕哦。于是呢，大家本来心里头小小担心，有点疑虑，问到了川普总统，他怎么说啊？他说：“哦，我不排除这个可能。”吓歪大家经济衰退真的要来了吗？就觉得很可怕，所以股票就跌下来了哦。那跌下来当然就影响到了像台股啊，影响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金融市场啊，就会开始有震动。好，但是呢，川普又出来讲了，他说没有啊，现在大家看看现在客观的状况有多好啊。我川普在位耶，担心什么通膨？不用担心，因为呢，汽油已经开始在往下跌了，这个汽油价钱在跌。那当然呢，这个川普总统他开放了很多美国境内的页岩油的开采，很多松绑能源的政策，所以让能源的价钱、油价就开始跌了嘛。另外呢，本来在美国担心通膨在一起是鸡蛋嘛，他们的鸡蛋价钱好贵哦，于是呢，这个川普大帝又进口了好多鸡蛋回来，哎呀，蛋价也压抑下来了，所以他说不用担心通膨啊，而且呢，你看现在这个利率也开始要往这个下坡走，所以利率下降，然后通膨也下来，这就是我川普制造的荣景啊，有多美好啊！所以呢，他就讲了，美国的经济一定就是一片向好，到时候美国经济会令大家刮目相看，你们一切都不用担心。好，于是呢，大家就想说，那之前说可能会衰退也是你说，现在说不可能衰退也是你说，我们到底要信哪一个？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这个投行啊机构如何预测其实呢，在这一片混乱当中，这些这个机构呢，他们在预测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都开始慢慢往上走了。我觉得很多他们是担心川普那张嘴，可能不是担心经济衰退，但无论如何，我们来看高盛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从本来15%，现在上升到20%，微幅上升。另外，我们看小摩根大通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从30%到40%。然后呢，哈佛大学有个经济学家觉得，川普总统现在这样一个关税大战到处打，真的很可能造成经济衰退。他认为几率有50%，一半一半。另外呢，看最坏的是加拿大。很可能是加拿大自己被课关税，所以加拿大他们的一个研究机构就说，美国经济衰退可能性75%，感觉有点看衰人家的感觉哦。好，但是呢，这些机构你看看，也有看的觉得不太可能的，也有看觉得很有可能会衰退的。那我们就来看看，那这些金融商品或者是钱的挪动了有的时候你在看这些冷冰冰的数字的时候，你不如真心的看看钱往哪里走，可能会比那些经济学家、机构投行他们的报告要来得更准确一点。因为钱很重要，没有人会拿自己口袋的钱开玩笑，所以他出的报告是一回事，你看他的钱往哪里去才是重点。好，我们就来看现在全世界正在进行热钱的挪移，正在进行，或者是钱的挪移可能没那么好听，你这样讲好了，全球
资产重估。你看川普大帝他的关税战一打，大家直接的用钱投票，就是卖掉美股，资产重估。美股其实蛮高基期的哦，它不断在创高嘛。然后呢，大家都说过去这个美股的科技股，哇，真的是高高在上了，对不对？好，那现在呢，资产重估是大家突然认真想想，这些科技股那么贵，我把钱都放在美国安心吗？川普总统现在感觉好像是一颗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未爆弹他讲一句话，你看他一句话，然后这个美股涨，一句话美股跌，两三句话美股崩，哎呀，这太可怕了。所以呢，大家资产重估是重新来思考一下，我的钱放在哪里我会最安心。所以呢，就有一点东升西降的感觉，美股不断的被卖出，什么样的金融市场表现很好？进来呢，你就看到了中概股，中国的股市表现非常好，港股表现很好，还有欧洲股市表现得很好，然后有一些让大家比较放心的资产，比如说买黄金，黄金呢现在也让大家觉得颇为安心，所以这叫做全世界的资产重估。有一些我的资产我觉得它贵了，所以我就卖掉它，我换到比较低基期，我觉得它现在相对便宜的一些资产来。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挪移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了现在呢，大家已经把这个市场风险放在心上很重要的位置，我要把钱挪到低基期的去，才觉得安心。所以你就看到了中国的股市，看到了港股，看到了欧股，看到了黄金这样的一个资产哦。这些中国的资产呢，最近变成了热钱追逐的对象哦。很多呢都是卖掉美股，重新投入到中国资产。他们觉得中国资产被压抑了这几年，是时候了。即便它不会明天马上就涨，让我赚大钱，但是我放在这里我安心，可能它会慢慢的往上走。所以你看到这叫做全世界的资产重估当中，那美股被卖成这个样子，大家很担心嘛。美股是要崩盘了吗？华尔街也很担心啊。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讲了，他说现在这个华尔街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原则有一个交易的策略叫做川普看跌期权，英文叫做 Trump Put。 好，那 Put 大家也知道选择权看空的 Put 嘛，所以他们叫这个 Trump Put。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这个逻辑奠基于川普总统第一个任期，那个时候他把股市的表现放在他的心上很重要的位置，心头好，股市要涨才叫做川普总统我做得很好。那于是呢，那样子的一个逻辑呢，放到今天大家就出现这个 Trump Put。 什么意思啊？就是他觉得川普总统就是会做多股市啊，所以呢我就故意的让你股市表现得很差，所以川普总统的政策就一切的就开始调整，我只要让这个股市崩跌，你就会看到这个川普总统端出了让这个股市可以大涨的一些政策牛肉来。好，这个想法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这一次这个 Trump Put 好像不太管用因为你看股市都跌成这个样子了，川普总统他有讲什么利多吗？还在落井下石那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出来讲，他说没有什么 Trump Put， 大家不要这样想。那现在川普总统的一个政策呢，就是要让美国的经济转好，但是要转好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转型期，也就是会有一个排毒期。那这个排毒期呢，你就想象成现在股市大跌正在排毒当中，但是呢排完毒之后，这个经济就会长得头好壮壮，健康起来了所以呢他就说你看这个拜登总统啦，这个政府支出那么多啦，然后在支撑经济，都是靠政府花的钱在撑经济。川普不来这一套，他说我们的总统是聪明的总统，政府不用花钱，这个私人的部门啊，这些这个民营的公司自己会把这个政府的这个经济给撑起来。所以呢，这叫做排毒期，把这些经济对政府的依赖，我要把它转成它健健康康，私人部门自己好好长大，自己去冲经济。他说这叫排毒期、转型期。好，但无论如何，也有人这样说这个川普总统现在他现在可能是一个在测试市场的底线了那他现在呢，这个接下来的美股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可能要心里头理解的是，经济衰退可能没有真的那么严重或许是一个数字上看起来没有那么美好，但是呢，大家放在心上的叫做全球资产的重估。虽然美国
可能真的不会衰退啊，我是不觉得它会衰退了。但是呢，大家对它的疑虑跟对川普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美股的波动，于是呢，就会把钱往其他的地方去挪动、推动。所以你看到了中国的资产表现得不错嘛？哦，那美国股市会面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呢，你看到了这些关税大战呢，可能会让这些企业的获利可能会锐减哦，因为关税呢，当然是大家都讲关税谁要出钱，买东西的那个人要出关税的钱嘛。那全世界买最多东西的人在哪里？在美国嘛。所以这些关税变成美国的企业要吸收，它的企业获利就会下降了 ，EPS 降下来。另外一个就是川普总统他的不确定性啊，他的政策的摇摆不确定性，让大家很害怕。于是呢，这些企业它的本益比也会被调降，所以呢，你的获利又在降低，本益比又被调降，于是乎你就看到美股一路的往下，就是在反映这个所谓的不确定性，并不是真的有多担心，觉得经济衰退明天就要发生了。所以接下来呢，看到的状况就是你会看到这个联准会的两难，联准会呢到底要不要降息啊？有人也这样讲说，这个川普总统希望他赶快降息，因为美国的这个债务洞很大，美债发很多，他要缴利息很多。有人这样形容说，这个利率只要往下掉1%的话，明年美国支出的利息可以省4000亿美元。如果你是川普，你想不想省这个钱？想。那我要怎么逼这个鲍尔降息呢？怎么样？经济如果不太好，他马上就降息了。所以有人是觉得川普是故意的啦，故意让这个经济营造出一个可能会衰退的状况，逼鲍尔赶快降息，因为他就是一个喜欢降息的人哦。好，那无论如何，到底呢，鲍尔他要什么时候才要降息呢？现在3月看起来不太可能啦，但是呢，6月或许有机会哦。但是大家觉得要看的还是劳动市场的表现，这应该才是鲍尔会看的，而不是川普总统逼他要降息的。好，无论如何，现在是一个投资的不确定的年代，所以如果你还有非常多资产在美股部位的话，你可能要这个谨慎小心一点，因为现在呢，刚提到全球资产的重估，所以呢，未来的热钱会往哪些地方走，可能不是美股了。但是呢，你说美国要很快经济衰退，恐怕也不至于啦，大家不用担心。所以呢，可能这个不稳定期还会再持续一阵子，但是别担心经济衰退，你要担心的是你的资产到底要怎么样跟着热钱挪移，让你能够睡个好觉哦。所以呢，最近有投资的人可能要稍微关注一下咯。好，那么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希望你喜欢咯，我们下回见，拜拜。